你抽烟吗？我们那时候年纪小啊，所有的大人都抽烟啊，因为模仿大人嘛。我12岁开始学抽烟的，然后呢就没有停过了，然后一直到了我34岁的那一年，我每一天要吸2包半到3包的香烟。你们抽烟的人知道，你几乎就已经达到了烟不离手的状态了。但是我很幸运啊，我在30岁的那一年，我把香烟戒掉了，以后就再也没有碰过香烟了。我非常感谢我自己做到了这件事。我以前只知道香烟有可能会导致肺癌，我花了整整1年的时间学习抽香烟对我的害处啊。其实我吸烟的时候，不仅仅是它会有肺癌的风险啊，香烟里面有一氧化碳。你们都知道一氧化碳是无色无味的一种东西，我们抽香烟的人其实精神状态是越来越不好的，因为我们吸了很多的一氧化碳，但是我们不知道，我们觉得精神不好了以后，我们又再去点一根烟提神呢，那这种恶性循环啊。香烟里面的焦油啊，会堵在我们的肺泡里面，影响我们氧气进入我们的身体。以前我们不懂啊，所以我在学戒烟的时候，我就开始学习，知道抽烟对人体的危害，所以我把它戒掉了。为什么我今天要来跟你们讲抽香烟的问题呢？健康饮食里面有提到的一样东西非常非常的关键，因为我们学到了所谓的植物油的危害，它并不是植物的油啊，它是植物的种子的油，它普遍的多元不饱和脂肪酸百分比比较高。植物的种子的油很少饱和脂肪高的，很少有，但是不多。绝大多数植物，比方说我们平常看习惯了的大豆油、玉米油、葵花籽油、菜籽油，它们的多元不饱和脂肪酸都比较高。茶籽油的它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多，橄榄油的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多也有，但是比较少。我为什么关注这个题目呢？现在这个年代，大家厨房里面用的都是这种油啊。这种油它因为多元不饱和脂肪酸多，尤其是外面餐馆啊，或者是素食业者，他用这种油去炸东西以后反复使用，在高温使用这种食用油的时候，它容易出现一种化学物质叫做丙烯醛。我们每个人都知道醛类的醛都是不好的，所以你家里面装修了以后，你就害怕有甲醛。如果你这种植物油反复使用的话，它会出现大量的丙烯醛的。有的时候你会看见你把碗盘放在那个地方不洗，时间长了以后会出现一种刺鼻的味道，那就是丙烯醛啊。丙烯醛是致癌物啊，它长期暴露可以增加肺癌跟心血管疾病的风险的。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我们大家喜欢吃烧烤，烧烤的时候呢，肉上面的油啊滴到炭火上面了以后，产大量的油、大量的烟啊，烟里面有大量的一种化学物质叫做多环芳烃。多环芳烃啊，是世界卫生组织已经确认了的致癌物啊。还有很多有毒的物质来自于我们的食用油的，我们不知不觉的，其实我们每天都暴露在它的里面。我们在中国曾经有做过的一个研究的，现在有很多的妇女没有抽烟，可是妇女同胞们得肺癌的百分比越来越高啊。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厨房里面来自于油烟的毒素啊。所以即使我们远离了香烟，我们如果没有离开这些来自于油烟的毒素，我们到底在干什么呢？丙烯醛是一个很大宗的东西啊。所以如果说你喜欢吃油炸食品，你那个油是反复食用的话，不只是空气当中会有丙烯醛，你吃的食物里面也会有丙烯醛的。所以厨房里面的油脂，厨房里面的毒素是真的我们需要关注的。除了丙烯醛，除了多环芳烃，厨房里面的油脂还容易出现另外一种物质叫做杂欢胺。这些名字我们大家听的都很陌生，这些东西都是致癌物。还有一些很陌生的名词，就是丙烯酰胺致癌物、苯丙芘致癌物。我们厨房里面的油烟可以产生出来的有毒物质非常非常多，有很多的科学研究证明的，长期吸入烹饪油烟呢，会对健康的影响还有肺癌的风险是增加的。长期在厨房里面烹饪的人，他的肺癌的风险明显显著增加的。还有慢性肺病啊、呼吸道的疾病啊、心血管的疾病，还有加速衰老啊，都跟厨房里面的油烟有关的。所以这个是一个值得我们重视的事情啊。我们作为普通人，我们要如何避免？我有几件事情其实是我们可以做的，我们只要稍微注意一下就可以避免它的危害。厨房里面做菜最需要注意的一件事情是把油温给控制好，不要把油烧到冒烟，就是避免把油加温到超过它的烟点，这是我们能够做到的最有效的一种方法。当然不同的食用油烟点高低不一样，所以会有很多的商家告诉你它的油烟点高，所以是健康的油。烟点高不是健康油脂的唯一标准啊。很多精炼的植物油烟点都高啊，但是精炼的植物油稳定性非常的不好啊。尽管烟点高，
我们也不建议大家吃。反复高温使用，它会带来相当的厨房里面的毒素。所以我们尽量的把油温控制的不要让它超过油的烟点。那么油本身呢，也要选择比较稳定的油，比较健康和稳定的油。比方说猪油是很健康很稳定的，比方说初榨橄榄油是很健康很稳定的，头道的茶油是很健康很稳定的。茶油的烟点达到了220到250，接近于精炼植物油的烟点了。所以我们选择烟点相对比较高的健康的油脂，稳定性比较高的油脂，我们远离那些精炼的植物油，这是第一。第二，降低厨房里面做菜的温度，尽量不要把油温烧得太高。第三，尽可能避免反复使用油脂，反复使用是对我们健康最不利的。然后呢，还有一件事情就是提高厨房的通风啊，排油烟机必须要好。排油烟机你不要嫌它威力强大，排油烟机威力强大很重要。如果你在厨房里面一定要做爆炒菜的话，最好能够戴上口罩。暴露在这些油烟里面时间久了以后，它确实对我们健康危害会很大。你们做家庭主妇的人有没有注意到，如果你用的是精炼的植物油啊，玉米油、大豆油，超市买回来的大桶油，然后呢，你排油烟机如果很久没有洗，你仔细看，时间久了以后，你可以从上面刮下来一层硬的东西，像塑料一样的，那个就是油烟呐。油烟时间久了以后氧化的这些结果呀，你把它吸到你的肺里面去，它在你的肺泡里面，在你的身体里面啊，你可以想而知它对我们健康的危害有多大。当你换了比较稳定的油脂，比方说你习惯性的了用猪油、用初榨橄榄油、用头道的茶油，如果你养成习惯了用这种稳定性比较高的油，然后呢，你也习惯性的尽量不要去让它高温爆炒，你把厨房的油烟机洗干净了以后，你就会发现3个月、6个月、1年，你的油烟机都干干净净的，都不会有厚的一层油烟粘在上面。这个时候你就可以知道你的肺里面估计也是干干净净的了。所以避免厨房里面这种对身体有害的这种有害物质啊，我们是做得到的。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奉劝各位父母啊，在厨房里面如果爆炒菜或者是油炸食物的话，不要让年幼的孩子们在厨房里面玩耍，长期暴露这些油烟里面，对孩子来说只有坏处没有好处啊。这是关于厨房油烟。那这些油烟我们吸进去了，厨房的毒素我们吸进去了，难道我们的身体不能够把它排除吗？也许可以，也许不可以。用什么样的方法排除？其实我们生存的环境里面也有相当多的环境毒素。这环境毒素的来源非常多种多样，环境毒素跟厨房毒素一样，在我们身体里面会产生很多对健康的危害。那我们应该如何处理？我们在下一期里面聊。